顶礼根本传承上师莲生圣尊，顶礼历代传承祖师，顶礼坛城三宝，莲春法师、莲一法师、文辉助教、丽颖助教、顾问师兄啊，各位师兄、各位师姐，大家晚上好。怎么眼睛一睁开，人就好像多了几个？现在已经9点半了，你们一般这时候已经回家了吧？所以要讲几分钟？几分钟可以讲？半小时。如果想要回家的就先回家，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因为今天好像比较晚开始通修，摸一下我的东西啊。这个明天你们不是你们啦，好，明天我们大家要拜三昧水懺，对吗？好，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，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聊过那个水的故事，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？这影片已经20年了，就是一个日本的博士科学家叫做江本胜，他做了一个水的实验，叫做生命的答案水之道。有看过这影片的举手？很好，太好了！这影片已经20年了哦，但是非常的珍贵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印证我们真佛密法，印证密宗，密宗又叫为念力宗。有机会你们今天晚上上网去看看。好，它叫做生命的答案水之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江本博士他认为呢，这个人的身体跟地球是不是都是70%所组成，对吗？我们人身上70%是水。小朋友，这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，肚子里面它是100%的羊水，所以他觉得说人的生命跟这个水有非常大的关联。如果他能够了解水的话，是不是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答案？好，所以他到后来就去做了一个实验，他把这个水好放在不同的环境，他给水听音乐。好，你有听过牛那个挤牛奶的时候要给牛听音乐，你没有听过给水听音乐，对不对？他说还要给水贴上文字，给它读字，给水看图片，哈，然后做了这个不同的环境的实验之后，他把这个水是要用蒸馏水，他把那个取1-2滴就放在这个培养皿上面，然后去冰冻，冰冻之后它上面尖端会有一个小小的结晶。他要看的时候，也要在0度的环境里面去看这个结晶，不然你拿来马来西亚一拿出冰箱就融掉，对不对？看不到。好，他在显微镜下面去观察，结果他发现原来的这个水的结晶是长的，有没有看过那个雪花？电视上至少看过，是6角形的，下雪的那个雪花有没有长这样子的那个6角形？好。普通的水结晶出来是6角形，像雪花一样。但是听过那种重金属，砰砰砰听出来的重金属之后，那个水的结晶是混乱。你如果给他听那一种很悲伤离别的歌，那个水就好像结晶就快散掉，快散开。那你给他听这个藏经的音乐的时候，这个水的结晶就很有力，很美丽。好。然后看到这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在想说，那我给他听莲花童子心说会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好，给他听高王经怎么样？是不是我这个家里面的空气中都有水分子嘛？那我这个家的磁场应该会很好才对，好，是吗 ？OK， 你们也可以自己回家做实验哈。听了之后，是不是心情家里的气氛会变？这是真的。你在听的时候，每个人心都会沉淀下来。好。然后他再给他这个水上面要给他贴文字，这种水杯给他贴混蛋，你去死，好。然后呢，结果结晶出来那个就是被扭曲了，很丑，就没有6角形的样子出来。他给他贴说爱、感谢，哦，那个水就很开心的样子，就很漂亮。然后呢，你给他贴阿弥陀佛，结果那个水，那个结晶是中央变成有7彩的颜色。
你给他贴那个妙法莲华经，那个水的结晶竟然长得像莲花。妙法莲华经是莲花，哈。然后呢，他又给这个，所以那时候看到这里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家对不对？我的房间里面一堆师尊的文集啊，够力了吧？对不对？全部贴在我身上是吗？好，其实你有没有记得师尊？你们现在网络直播应该可以看得到师尊开示吧？就师尊前一阵子开示，就是有一个泰国的师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泰国的同门，他们去台湾朝圣的时候跟师尊讲，然后师尊后来讲出来，就是这个他也不是同门一开始，他经过那种有卖书的地方，那个书就跟他说，你买我回去看。我想说，听到鬼在讲话。过没多久，那本书又讲话，你买我回去看，他就真的把师尊的，像是谁的书啊，中文书，他就真的已经翻译成泰文了，他就买回去看，看了，后来他就皈依，所以他来跟师尊讲这件事情。这江本博士呢，他继续做这个有关水的实验，就是1995年，离现在已经20年了，他20多年前就做了这个实验。神户地震不久之后，他们的自来水神户大地震，小朋友可能不知道，没有印象，没关系，总之就是大地震，全部都垮了，很多人那个被往生就对了。那他去取神户大地震的自来水，取来看之后，他发觉里面的水就是好像那种恐慌、恐怖，就有悲痛欲绝，那个水晶完全。六角形完全被破坏。3个月之后，当神户的人民收到了全世界给他们的关心，他们的心情也都平复了，对不对？3个月有稍微平复，不像刚开始发生地震。你们这里没有地震吧？有去台湾经历过地震的举手。没有啊 ？OK。台湾几乎每个月大概都会有来个1次吧，所以3个月后呢，这些神户的人民收到了全世界给他们的祝福之后，他再去测那个水，那个水就恢复了原来六角形的水晶。为什么？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水吸收到神户居民的绝望、跟恐慌、跟心痛、难过，所以那个结晶完全被破坏。等到人的心恢复、收到爱之后，他那个水的结晶也恢复了。好，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很棒的实验，就是有一天他也测过东京办公室，他们的办公室在东京，他也测过东京的水。东京的水因为是大都市，大都市的人心我不能讲险恶了，那叫什么？总之没有那么单纯。对不对？没有一般乡村的单纯，所以那个大都市还有工业的污染，那个人心也污染过了，所以那里的水不漂亮，大都市的水都不漂亮。他到国外出差，他临走之前把一杯水放在他办公室的桌上，我喝一口先哈。他临走前放一杯水在他的那个桌子上。之后呢，他离家几百里、几千里，他找了几个人我看看，他找了几百个人，大概有500个人。总之，经书上写500商人、500罗汉，就是很多的意思。他找了500个人，在某个地方千里之外，对着东京的方向，他有那个镜头看，然后对着那一杯水传达水变干，这叫祈祷。对这个其他宗教的人来讲叫祈祷，水变干净了，谢谢。祈祷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。祈祷完之后，他把那个水拿去再做结晶，再拿出来看，3个小时而已。那水变得很漂亮，因为那水充满了被感谢，念力传达到那里。为什么说他这个实验很棒？这证明师尊的摇灌跟师尊的加持是跨越时间跟空间，因为他们都可以做到，不用说师尊，他们这些实验，其实我觉得都是来证明密宗的，懂意思吗？
所以你在家里不需要去买那个法国的矿泉水，买什么？你家的那个大杯水你自己做就可以了。你吃完粥自己喝，或者是说家里这个有人生病，你吃完粥的水就是给他喝。自己嘞，自己吃粥啦，你身上不是都有这个水吗？70%都是水啊，已经都吸收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是运用到你做大杯水给别人，是因为那些人可能不会修密法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动，你帮他做了。就像说这个后天我们要修药师法也是一样，病人要吃的药，你也可以先做完功课之后再给他吃，一样是有效力的，不是只有针对水。好，所以这个他做完这个多年的实验之后，他发表了一个实验的结果。他说这个水会听音乐，会听各种语言，可以读文字，可以看图片，可以看。会记忆，他也会感受整个意念。我们人身上都是水哦，注意哦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讲。所以他证明这个水是我们心念、我们内心、我们意念的一个镜子。你如果心里是善的，这个水的结晶很漂亮。那你如果心里有一些恶念，或者是你有一些愤怒，有一些悲伤，那个结晶就不一样。刚刚听那个离别音乐，那个水整个就裂掉了。好，所以他发觉这个人的心念，人的这个念力，比在我们身周围的这种什么 WiFi、电话、radio， 还什么波什么波、电波。他觉得人的念力、脑波最厉害，强过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。好，我在做一些这个念力布满虚空的佐证，就是在我们真佛宗里面。记不记得孙常讲说，他有一次在西雅图，就是天空灰灰的，他就这样，就天空就突然几道红色的光，对吗？就出现在。孙在台湾一开始讲六祖坛经的时候，第一次到台湾的一张是讲经。那时候我们先到北师跟到大雄宝殿去上香，我们从密坛上到楼上，所以一上到楼上，那个脸是这样，6个脚印，我们都在现场，因为我们陪着师尊要去上香。六祖坛经，好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真佛宗的上师非常有名，但是我不能讲他是谁。好，虽然他自己有把这个事情讲出来。一般我们去跟孙求法的时候，是不是你跟孙求什么啦？求什么啦？如果不是如果是一般的法师，大部分都会赐给你灌顶。好，尤其是你如果去西雅图的时候，可以单独看到师尊。那这个上师呢？他想要求这个药师佛的灌顶，他想说将来弘法一般就是像你们这个礼拜天就有药师佛的弘法，他想说为了将来弘法需要，他就去跟孙求。可是他跟孙求之前呢，他心里起了一个念头，他想说，哇，这药师佛的咒实在是有够长，等一下他别看字眼，别看字眼嘛，他别看字眼，那在上面看这些手好，他就觉得好长。长嘛，对吗？比嗡咕噜莲真心地用长很多哈，比如意宝珠的观音短一点，大概短如意宝珠很多字，30几个字。他去跟孙求的时候，孙本来要灌顶了，好，招请了药师佛，然后结果孙就跟他说，药师佛说哈，你回去念3万遍心咒再来求。然后师尊也没有问药师佛为什么，师尊还安慰他说，没关系啊，你用千转轮法很快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这个上师的念力强哦。可是问题是谁收到了？他只不过出现一次的念头，心咒有够长，我是为了弘法才要去求的，我不是。好，就这样。一个念头出去，虚空就收到了，药师佛就知道了。OK。
那我再讲我的哈，我爸过世几年了？3年半。我爸走之前呢，我们家有笔土地被侵占，打了8年的官司，从我爸还在打到我爸走，换成我接手。我一天到晚就要联络律师，联络法，还要跑法院，因为我们家的事都是我在处理。然后处理到，因为你知道雷师恩在台湾每个礼拜有法会，我之前在燃灯，现在没有，我还要教课，然后还有雷藏寺的事情要做，然后我还要搞这些有的没有，然后每个月跑回台北，台北跟雷藏寺大概差3个小时，我当天来回也要6、7个小时。然后有一天呢，快过年了，我还在忙这些事情，我就这样，我爸走了，还留一个烂摊子给我。我只有抱怨不到10秒钟而已，结果这个父女连心嘛，对吧？我爸从除夕夜开始连续去入对方的梦入3个晚上，那个人非常的这个杀佛众生，刚强难调难服。我爸跟他打了8年的官司，死都不肯撤掉他侵占的部分，30几坪，我上方你们道场这么大，不肯撤就是不肯撤。然后过年上班的第一天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李小姐，我说怎么样，江先生？他说你爸来找我，你爸给我入梦说叫我们不用透过律师，我们私底下好好解决这样。我说你愿意解决最好，一般都是你一直拖8年不跟我解决嘛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念力一出去，现在不要讲我，也不要讲你们上司了，你们应该也有想法吧？那你们今天有什么想法？你今天的念力去了哪里？这很严重的一件事哦。想一想，趁我在看我要讲什么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你今天讲的什么，想的什么，不要想讲，想就好。早上起来，你去了哪里？去了什么？你想的什么事？你如果这个像我们一样，有时候你修完法回向跟师求这，跟师求那，跟佛菩萨求什么有感应，对不对？求工作，求什么事情要顺心，求什么？如果有感应，很好，我恭喜你，真的。一般你才会问同门说，你在法会或者在同修跟师求，然后有满你愿的举手，现在举。有曾经被满愿的举手，只有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，不止哦，几乎每个人都有哦。你知道一般你那个阿拉丁神灯，你要捡到的话，才有满3个愿哦。世界上也没有阿拉丁神灯可以捡哦。你要满3个愿是不可能的。可是，在我们宗派内，50、50个，你回家，你现在虽然没有举手。等一下回去之后你就记忆恢复，有啦，那个师恩有满我的愿。万一你的是恶念呢？你虽然不是在同修完发出的恶念，可是也算数了。去了哪里？所以可以感知到一切的事情。这个花也可以感知啊，记不记得孙老师就跟花讲话，对不对？我以前以为我有问题，就发觉试着会跟花讲话之后，我心情好多了，因为我会跟我的车子讲话。我发觉我好过多了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好。所以不管你发出的念力是什么，他们都知道，虚空。也不要管是谁知道，就是全部都知道了，你全身的细胞也都知道了。我们这里有共道家坛城嘛，对吗？
道家有一句话，什么身中有多少神36000。答对，36000神。你的身上也有佛菩萨护法，也有师尊，整个虚空就是这样子。刚刚我们在吃饭呢，我从就是我本来要讲一件事，但是这件事情不是很好的事情，讲到一半我就停了，因为我的左半脑就发麻，就是不可以讲。我以前是嘴巴开始讲，它就会麻，到后来是变成我用想的。我如果没有跟人家讲话，旁边都没有人，我光是脑袋想，它也会麻，也是不可以想。或者是我看到某个人，觉得这个人怎样的时候，会有另外一个影像出来，把我的意念把它取代。好，我还有这个功能，还有这个火灾的时候会洒水，对不对？洒水功能。那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的人怎么办？一直这样，那个毒念一直出去。我看我不能指你嘛，哈。这个，比如说我讨厌某个人，那个毒念就一直，哎，不是你，我讨厌谁？我讨厌谁？我看到他就讨厌。我不用跟他讲话，但是我念头已经射过去，他也知道我讨厌他。以前那个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也很厉害，那个工作压力很大，然后我去某个地方做义工，有时候帮他们打资料打一打，电脑就宕机死档。我没有去之前，那电脑都是好，他印表机也是好。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很大，心情也不是很好，所以那个我碰到了3、7产品就坏掉。然后后来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不用再做了。”OK， 那我就不用再做，因为我摸到它就会死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毒念，毒念毒了是谁？我不是只有射别人呢，还有你自己啊。因为你的细胞嘛，对吗？你的念头都在你身上嘛。我记得10多年前也是啊。我还没有出家啊，我先声明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。我生气，那一次很严重的生气，生完气，我胃痛了整整3天，整整3天哦。我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调查，就是调查这个癌症妇女，乳癌的妇女的什么？调查她先生有没有外遇。结果70%，在得乳癌的妇女当中，她的先生有70%外遇。到最近的医学报道已经证实了，大部分的癌症，我同学的爸爸吃人养生也运动也干嘛？他说奇怪，为什么他爸会得癌症死掉？最近的医学报道证实，大部分的癌症肿瘤跟你长期的负面情绪有关。不是只有愤怒哦，你如果觉得你被压抑、你忧郁、你被老板霸凌，还是怎么样，所有各种负面的情绪，你的工作压力累积，即使你吃的再健康，你的所有细胞都快死掉了。毒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只有毒别人，我生气的时候，当然一定也是那个脸很恐怖的啊，毒别人，然后毒自己，胃痛的要死3天。你身上的情绪就是反应，你的情绪、你的意念就是反映在你身上。好，明天是刚好讲水忏，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秘密，这个水的秘密，事实上是这个。是我们密宗念力宗，大概5、6年前，这个白人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秘密》，我也去买来看。我是买吧，我好像是去图书馆借，不用钱还是怎么样。我一看之后，天哪，这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在回想你嘴巴常在念的东西。你想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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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念久了就出现。有没有？你热来同修哦。然后你跟佛菩萨，我要求，
我以前跟我堂表妹求工作就是这样，她说她超时工作，薪水超少，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好，那我就帮你求一个多少钱的工作，然后离家怎么样，我就同学完对着佛菩萨不断的放送，不断的放送，放送完10天之后，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说你到底找到工作没有？我说你那个工作找得怎样？他说姐，我1个礼拜前就找到。我说哇，我不能讲脏话之类。总之，你到这里同修，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比较小，但是当你众人同修的时候，你招请了佛菩萨，你们的佛菩萨一直在，你们这里的磁场很好，好，那你就一直跟佛菩萨放松，那个念力一直对着他，不要太过分的要求，应该都没有问题。好，就连续不断有毅力的放松给他。好，好，那我刚讲说，已经快10点了嘞，我后面都没有讲。好，讲快一点点。刚讲说这个，我有洒水系统，那没有洒水系统的人怎么办？继续造业吗？为什么要禅定？刚才你们助教跟我说，你们每次同修的时候，禅定都做不久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开始差不多了。助教没有听到，再咳大声一点。好，为什么要禅定？这就是你的洒水系统。禅定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不到3秒钟，你就突然想那个，讲今天早上小孩怎么样，然后后面的今天我老公跟我讲什么，小孩跟我讲什么，我公婆跟我讲什么，我同事公司什么，我就一直想，一直想。你完全没有警戒系统，对不对？你就任由你的思绪想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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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都想光了。也不错啦，你如果忘记有做什么事情要做，禅定的时候想起来也很好。可是万一你不是想那个呢？对不对？就跟你没有注意到你起的念头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念头，所以你就趁你禅定的时候去抓念头。OK， 想到这个，然后看你想多久。我想这件事竟然想了2分钟。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你的念头在跑，对不对？任由它想，想多久就多久。所以你在禅定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训练念头进来，好，抓到。但是你不要去说，你不可以这么凶，好。你说 ，OK， 我看到你了，好像抓小偷一样，好 ，OK， 然后你再放空，再不要想事情，或者你想师尊，你如果放空不行，你就想师尊就好。你看想师尊想没有多久，念头又进来，你看你有没有办法抓它？这个就是在抓你平常你清醒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注意到你的念头在哪里？你没有洒水，我有洒水呀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洒水系统，我有啊。你就是要训练。我也不是平白有洒水系统的。好，所以你在禅定的时候，你再开始抓，所以等到你平常脑筋在乱想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了。OK， 好，明天我们拜的是水忏。以前呢，我去美国去知诚雷藏寺拜忏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以前我在燃灯，我讲过，奇怪他们怎么一天到晚拜忏，每个月、每2个月都在拜忏。我想说，没有分堂这么聪明的，他们怎么会知道要拜忏？为什么要拜忏？好，然后我就问他们的理事长，他说，之前他们的炉发了2次，整个冒火，无缘无故冒火发炉。他们就请示师人说，你们快发了，可是你们要先拜忏，要先消业，才可以受用这个福报。所以他们就很听话了，几乎每个月都拜忏，拜很久。所以他们就买了教堂，又买了什么，你知道吧？他们把人家的教堂买下来。OK， 好，为什么
什么叫做拜忏才能够先消业之后才可以享用福报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密教常把行者想成一个法器，法流叫做法乳牛奶。你如果这个法器杯子很脏，喝完牛奶以后放个1个礼拜会怎样？发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里面还有放麦片，哇，就长得更可怕，长得跟香菇一样大绿绿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洗过，我可以再倒。你说我去跟佛菩萨求，我说莲惠上师说，我同修的时候我去发送念力去跟他求，他会给我，对，他会把牛奶倒进来，可是你敢喝吗？敢喝吗？敢喝，我很佩服那个绿色的东西把它喝下去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停止造业，对不对？来求完之后回去继续做不好的事，继续我行我素，我想怎么做就想，我想骂人就骂人，我想骂老公就骂老公，骂老婆就骂老婆，骂小孩就骂小孩，对不对？谁你都可以骂。骂完之后回去房间还继续骂，对不对？老婆已经不在了，你还在碎碎念，对不对？哎，全世界都知道，虚空都知道，你的身体的细胞36000层都知道，你还在骂，骂了对谁不好？你们已经隔2个房间了，他根本听不到你在骂他，对你的身体不好，毒啊，很毒。那牛奶倒进来怎么喝？所以当我们在透过忏悔的时候，等于是你在洗杯子，你有注意到我这个地方有问题，我刷去洗。你没有注意，你就喝下去啦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没有注意我就喝下去了，有注意我会洗。一次洗不干净，下次再洗，下次拿钢刷来刷，洗干净我刷用力一点。好。所以这个就是拜忏的意义，好，本来去年他们跟我说的是要拜梁皇宝忏，然后后来改说这个拜三昧水忏也不错。梁皇宝忏，你们知道梁皇宝忏都拜过对不对？拜过很多次了吧？是不是？一次也。梁皇宝忏为什么叫第一大忏？为什么？有够长，这么厚，因为要拜5天，所以叫第一大忏。显教拜10天，我们这么多比较厉害拜5天，不是，是因为它最完整。它从皈依，你一定要先皈依嘛。皈依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佛菩萨给我靠，当我的靠山，我靠着他，他是我的靠山，叫做皈依。好，皈依断疑，你还有一念忏悔，发菩提心，发愿，发回向心。给你看不好的果报，让你跟人家解冤，为6道礼佛。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，为6道发愿，还要教你无常，教你回向等等等。最宽最广的，修到成佛的一个最大的规矩，所以它是第一大忏。会不会说，哎？都是助教，早知道我们就来拜梁皇宝忏，对不对？三昧水忏也很好，三昧水忏叫第2大忏，你们挑的是第2也很好，但作用不一样。三昧水忏里面是做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有人拜过吗？你们这里？那第4给了我，给了我们3个，不是只有给了我，跟我们一起分享。这个三昧水忏里面为什么叫第2大忏？它也有皈依，也有发愿，也有发回向心，也有显果报。但是它最重要，因为梁皇宝忏没有办法每一样的深入，三昧水忏是挑了忏悔这一样来深入。忏悔它叫做忏悔里面的3个障碍，这叫什么障碍？它上面讲说能障圣道，是障碍你成佛的3种障碍，这个就严重了，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，你要仔细看清它。
这3个障碍，第一个叫做你们应该延伸会有唱过吧？愿消三障诸烦恼，就这个。那哪3障？怎样？这个，怎样？3障，这是明天我们要拜的3障。第一个叫做烦恼障。就像我刚刚讲，你看到那个人讨厌，看到你我就火大，这就是烦恼。我还没有讲话，我只是看到你的一言一行，看到你想到你我就火大，这叫烦恼。或者是我看到什么跑车，我想要，可得不到，我也很烦恼，这叫烦恼。第二个呢，叫业障。你起了烦恼之后，看到那个人很讨厌之后，他走过来，你就顺便骂他一句，造业，对，造口业，叫业障。因为你有烦恼之后，你会想要解决烦恼，想要解决烦恼，你就为了自己，为了家人，对不对？不择手段，口业身业，你先有了意业，烦恼是由你的意念生起来的，之后你开始造业，不是你我们开始造口业跟身业，这个叫业障，从烦恼变成口跟身的业障，再来呢，果报，你就要受苦果了。等到你骂了谁之后，发现他是哪个高官的小孩，你就死定了，对不对？就有果报，马上有果报，或者是杀业比较重的，我们身体就会不好，或者会怎么样。所以明天三昧水忏里面会深入这3个障碍里面做忏悔，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们也没有拜过嘛，好。给大家开一个功课，好不好？不是功课啊。这个我去年在新加坡拜这个梁皇宝忏的时候，是跟大家分享梁皇宝忏里面那个皇后吃氏，为什么要叫梁武帝帮他拜忏？因为他做了皇后，他也不算皇后吧，应该算妃子还是皇后皇后，所以他有权修理很多妃子，对不对？还有可能那个妃子肚子里面的龙子。龙女也都被他弄走了，所以他之后变成一条蟒蛇。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己忏悔？你做错事情你自己忏悔就好啦。很抱歉，他就是没有办法，所以他才来找梁武帝。好，拜完了这一部成佛的忏悔，从头到尾一阶一阶的走之后，他就变为天人了。我们去年在拜梁皇宝忏的时候，有一个师姐。他的外婆中风躺在这个床上，我不晓得他说讲超过6年还7年，不是普通的中风是已经几乎变成植物人那一种，是完全不会动的，不会动的那一种中风。然后他就把他的外婆努力想来拜忏，拜完，他后来跟我讲，我是事后才知道，他后来才跟我讲，他说一个礼拜外婆就往生了。你知道那种躺在床上不能动，那比被抓去监牢关还要痛苦他是灵魂活生生的关在身体里面，连动都不能动。到监狱你还可以吃饭还有放风，还可以抽烟，还可以打篮球，对不对？他躺在床上是什么事都不行的。我自己曾经瘫痪过3天，所以我知道那种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连喝水都要打电话叫人送来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明天拜忏的时候，请你今天晚上先想一下，你可以帮你的亲人拜忏帮你的亲人，你觉得哪个亲人过得不太好的？你可以请他一起来，或者没有办法来，你就把他观想来拜忏，也可以，或者是帮你的祖先。祖先有的是在地狱道，或者在恶鬼道，在畜生道，他也不可能自己拜忏忏悔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祖母跟我说，他的爸爸是自杀的，那谁要来拜？不然谁拜？
对吧？好，这样懂意思吗？你可以去想你的活着的亲人，或者过世的亲友，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愧对了佛法僧，愧对根本上师，也对你的父母做过什么最糟糕的事？对谁我不晓得，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秘密，或者是有人有过堕胎的，还是叫别人去堕胎的。好，上次我们在正观堂有讲过堕胎的事情，你都可以自己忏悔，为自己或者是帮你的亲人。好，这个我说好，那我就明天帮他报个功德主，就搞定了。我报10个都没有问题，钱多。你如果没有诚心的话，我不能讲说没有用，他还是可以接受到功德。可是重点在于你的诚心，你的念力，你要去把它招起来。好，到时候不要跟我讲说，你不是说很有用吗？怎么不干我的事了？是你自己不好好用念力把它招起来。念力跟你的诚心很重要。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。我们这个雷藏寺去过台雷的举手，不错不错。去台雷的上去不是那个路很小嘛，对不对？常常有小动物跟猫经过，我都开超慢，我很怕它不小心冲出来，因为它不会看路，对不对？它都是用冲的啊，冲出来万一你撞到它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是别人家的猫跟狗，又没有人看到，也没有人会替它伸冤，是吗？你万一把它弄到骨折呢？你要怎么办？还是你把它撞死了嘞？狗，赏你10碗骨头，好大方，赏你10碗骨头就好了吗？你知道那骨头被压碎的感觉有多痛吗？10碗骨头给补偿，那我跟你交换，我也把你碾过去1次啊，我也给你10碗骨头啊，可以吗？你愿意吗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明天设个令牌，我们给10个令牌都可以，不是，你要好好跟他道歉。你如果撞到人一样的意思，你不要你撞到狗就没事了。你要登门道歉，万一撞死了，你还要下跪。因为他还留下了一大群家人在伤心，对不对？你是要下跪的，是要诚心忏悔的。所以我们忏悔的时候是要这种心态：万一被撞死的是我，你跪在那里10个月，我都不原谅你，多痛啊！我是没有小孩，我是说假设，万一我有小孩还没有长大的话，我的小孩谁要顾啊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忏悔的心态是要用这种心态，要诚心。为什么叫做拜忏？要拜，不是做忏，好，不是做就这样。好啦，我给你道歉，我给你10碗骨头，好了好了，拿去，钱拿去。我跟你讲，不会原谅你的。那个诚心不一样，诚心很重要啊。好。所以这个不是强迫每个人要跪，年纪大的不用跪，这个怀孕的也不用跪，这个生病的也不用跪哈，你坐着就可以，但是你要观想。好，没有强迫每个人跪哦哈，不要明天脚很酸找我算账哈。好，所以是拜忏，不是做忏。好，明天第一件事情，你今天晚上回去想，你是要帮自己忏悔，那你要忏悔什么？你的对象是谁？你对谁做了什么事？或者是你要帮哪个亲人？还在的、生病的，还是已经往生的？想清楚。明天报名自己写在报名表，不一定要功德主，重点是你的意念。可以的话，请你自己带一点点贡品来，往生位跟供佛的，延伸位。没有的话，跟助教请他帮你点灯，光明很重要。有光明的话，有智慧就不会去自杀了，也不会做那些蠢事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总之就是这2个，你想一下，你明天到底要忏悔什么？带一点公平，这样好了。